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我家2楼走廊门，这个门框它以前就有啊，但是没有门。然后这个眼儿呢，还是朵爸自己打的，整个它就是一个假门框，因为它这个尺寸跟我家浴室啊，还有厕所等等，就这些正常的门都是一个尺寸。朵爸量完这个尺寸以后呢，去建材商店订门，然后建材商店给我们订大了。等了2个来月吧，这个就是建材商店给我们订的门。你们知道，在德国啊，要安玻璃门，那就要玻璃和门分开支付，然后你自己去安装。这一套门下来，我们花了将近300块钱，就300左右，具体不记得了，因为订购时间是2个月左右。就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尺寸整错了，我们需要把自己家这个门框重新卸下去，然后把墙这块要刨下去，刨到跟它这个门尺寸一样的。为啥呢？如果退回去吧，你需要自己去退，我们这个车拉不了，人不可能给你因为他们的错误让他们自己买单。就是在德国有一点啊，别人的错误也需要你自己去承担。呸！这个来不来气你们说？所以我们一算，整个这个门300左右，门框也得100来块钱，那我们还不如就是自己刨不刨呢，不费那个事了。那没办法，就得自己承担呗。然后呢，我们又在他家订了个门框，这个门框告诉我们大概是2个月左右到，也就是一个门加门框拖出去将近半年了吧。哎呀，春天了，那我还要门干啥？现在呢，朵爸就是要把这个玻璃安到门框上，等到门框送来以后，我们再把这个门框刨了。而且现在是周日，不能出声，尤其我们这个邻居有点声就会找。这些就是买门框的时候直接带的封条，就是把这个这么每一个都搭好以后，玻璃往里一塞，完打上胶，基本就是这样。在德国这个胶啊，分成不同的这种密封胶，看这个，这专门用于安装的，用这种胶还粘这个木头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在德国还有专门用来防火的胶，还有专门用来安浴室的那种密封这个防水的胶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这种胶是用来安装。我觉着安完这种边框以后，整体感觉都变得好看了。整最后一条的时候是最不好整的。先拿成小心的给它牵一下。朋友们，我家安不下去了，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谁告诉我德国严谨？谁说的？来，你站出来啊！看看给我们定的门框没按我们的尺寸，然后玻璃呢按我们的给它的尺寸。你说服不服？也就是门框和玻璃现在差多少？看看，这块是个眼儿，这块是个眼儿。我们等了2个月，等出这玩意儿。没招，这就是德国办事风格，人家只能一句 tut mir leid， 就是我很抱歉，就一句这样，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啊等等，都是自己承担。大家看，这是他们的订单，现在我们就要等他们开门以后，拿这个订单去跟他们研究，你们怎么办事儿，到底怎么办，给我们怎么整。
如果人要是换玻璃的话，重新做这么大的玻璃，又要估计等2个月。我天哪！时隔1个多月，我家2楼楼梯间门上的玻璃终于到了，在这里。这个玻璃稍微大一些，人家说呢，这种大玻璃要不就全打磨，要不就是正常的啥也没有磨的，不可以像以前小玻璃似的磨一块空一块，磨一块空一块。所以呢，朵爸买了一个贴，这种磨砂贴，然后给贴上吧，只能这个样子。随便找点什么软泡沫什么之类的，把底下垫上，因为玻璃它往下沉嘛，下边如果有边硬卡的话，它会碎。打这什么胶？我看看啊，这是防水胶，粘度比较高。他那个东西不带吗？没给带这玩意儿，说随便边角找点东西垫上去就行。很糊弄啊。这面，多少斤？这我可不知道。用我吗？挂完了。来吧，关门试一下。没锁呢。哟，咋开呀？开不开？那咋整啊？咋整？开不开了？好看不？啊，行，就是这个开不开了怎么办？你说我好？好。我觉得不够诚恳，我下楼喝点水。这敲死我呢，这是。这个先开着吧。玻璃门安完了，现在呢，看看这个还不错啊。但是大家看这个门框，这个是扩大了以后的。然后朵爸呢没有量墙的厚度，顺嘴就来了一个数字，然后人就按他的数字给定的门框，结果小了。这块墙这块是一平的，把墙皮都已经整掉了，但是门框这块安不进去，朵爸生气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再订一个门框，大概又要等1个半月。这会儿我们要订刚刚好的门框，把这块补齐，补齐以后，门框按这个墙的大小，到时候弄一下。一个门框不到100欧，但是等的时间真的太长，里里外外等了大概有将近3个月。现在呢，又要重新订门框，还得等1个半月。你就说德国办事儿多么的慢，很慢这个节奏。那行了，咱这期就先这样了。我要打算把这一块都贴上磨砂纸了。哎，预祝我们好运吧。头一回安门框有这么费劲，我们家也安了很多门框了，都没啥事儿，但就这一个，哎呀，这个太波折了。希望我们这回订的门框没有什么问题吧。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